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厨房里的兵哥。今天我做一个革命性的试验，如果成功，绝对颠覆美国人吃牛排的传统。煎牛排技术难度很高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鲜嫩多汁其实是个传说。兵哥虽然读书多，但牛排经常煎成这样或者这样。听说水域能做出好牛排，但却需要很多工具和较长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实验，如果不测温度和时间，只用慢炖锅，能否做出合格的牛排 ？OK，Let's go。牛排选择的温度范围很大，现在外面是6度，正好做3分熟的牛排。舀3瓢新鲜的自来水，再舀3瓢开水。请问这时水温是多少度？恭喜你答对了。想要更准确一点，就用0度的冰水，再混合同样的开水，就是标准的50度。这也可以做3分熟的牛排。如果要巴氏灭菌和7分熟的牛排，就点火烧水，用手摸水不冷不热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37度了。然后倒入同样分量的开水中，这锅水的温度就应该是68度左右，刚好做7分熟的牛排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。学会了调温度就可以开工了。这块内眼牛排重1磅，开包后先把血水擦干净，再切成4块。来试验水木牛排的4种时间，按时间长短对牛排品质的影响。成功的话，保证我们分分钟吃上巴适的牛排。把牛肉装在安全的食品包装袋里，用吸管抽成真空，再钉上不同数量的订书钉，做好标记。我家慢炖锅很大，我顺便再试一袋三文鱼。这是真空包装的，我不解冻就直接用，只是要做好记号。接一锅水倒入慢炖锅，并开启保温。现在外面是7度，加入开水后就应该是54度。检查一下，哇，很准，刚好50分熟的牛排。立马放入鱼和牛排，飘起来的话就压一下，记录一下，开始等待。1小时后看下保温如何。还好加冰只低了2度。3小时后再测一遍，保温功能很稳定，很强大。4小时过去了，温度保持得非常好。放入第2块牛排。1小时后检测到水温下降2度，于是我用低档加热5分钟。5分钟后升了1度，真不愧是慢炖锅。过1小时再测，温度上升到54度。现在腌制第3块牛排，放盐、胡椒粉，还有大蒜，腌制半个钟以上。3点半的时候水温是54度，这时我们放入第3块牛排，然后要记住用低档加热5分钟。起锅前1小时放入最后一次牛排，放完后别忘了加热5分钟。终于到5点了，出锅前再测一次，非常好，以后吃牛排有着落了。拿出牛排后先比较一下，先放的2块牛排看上去外观没什么区别，腌过的牛排就出了很多水，最后一次放的牛排像生的一样，看来水域牛排1个小时是不成的。我们再看三文鱼，里面全是水，原来是冰化了，变成水煮鱼了。这次三文鱼没做好，下回兵哥买块好三文鱼再给大家做一次。煎牛排之前先做调味汁，放糖、胡椒粉和酱油。锅热后倒油。水域牛排只要把表面煎香就可以了。锅里产生油温时放牛排，小火煎30秒，翻面再煎30秒，最后煎一下侧面就出锅了。趁热倒入酱汁，倒入小碟中备用。先把牛排切好摆盘，最后一块还渗出了血水，牛肉里面是生的。先整一口泡了8个小时的牛肉，
颜色还可以，好嫩啊，好吃。泡了4个钟的，看起来也很嫩，真好吃。第3块牛排也是粉嘟嘟的，太好吃了。这一块只煮了1个钟，完全是生的。今天的实验很成功，证明了用慢炖锅能做出美味的牛排，而且操作简单易学，只要你吃得起，吃不腻，顿顿都能吃到鲜嫩多汁的煎牛排。晚饭后，我用一个普通的电饭锅加热到60度，放入那块1分熟的牛排，睡觉前测一下温度，天亮了再测一次。看来电饭锅的保温也很强。经过12小时的水沐，颜色还是粉嫩嫩的，吃上一口，斌哥的评语就5个字：好吃不卡牙碜。一边吃一边总结一下，这次试验很成功，不用专门测温度，做牛排的时间很宽裕，不需要买专用厨具。OK，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斌哥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留言批评指正，不要打空手走啊！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视频见，拜拜。